蹉跎百年，却在临死前一息悟道。刚穿越修行世界时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一定要修行，长生不死。但现实却给了你狠狠一击。去太上道拜师，第一轮就被筛选出去，资质一般。下一个。去佛教剃度，被说没有慧根。你6根未净，没有慧根，请回吧。想去魔门，怕是还没进门就被炼金门混翻了。你遇不到奇遇，也不敢跳崖寻宝。跳崖寻宝，那是天骄的剧本，我只是个凡人。但一次意外，你遇到了一位受伤昏迷的老道。老道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便带着你来到羽化门破格收入。凡人就要认命，这不救了个老道，混进了羽化门，练了个养生的木系功法，苟活到130岁。金手指还没到账，看来我是穿越者里的耻辱了。周生，那个100年前的羽化门大师兄，40岁第7境，真正的绝世天才。他与魔门斗，与妖族斗，与塞北蛮荒的人斗，无一败绩，力压同一时代所有人。书里记载，这个羽化门天才与妖族女子成亲，触怒了正道顶尖大派太上道，但太上道势力太庞大，周生不愿拖累羽化门，宣布退出羽化门，悄然离去，开始反击黄沙古道。他以第7境修为猎杀了太上道第8境，震惊天下。生死之间，他竟悟出了失传已久的镇派绝学——羽化飞升经。彼时，太上道闭关许久，参悟仙道的太上祖师出关，以第9境强横修为，在洛水河畔用了7招，击杀了周生。才40岁啊！刚悟出羽化飞升经就陨落了。太上道，嫉贤妒能，可惜了那部经书昙花一现，再次失传。我若是能早生100年，哪怕见上一面。这是你观看了周生的传记，你很认真，激活悟性逆天，你悟性逆天，领悟羽化飞升经。这就是我的起手指吗？整整100年，你终于来了！若早来几十年，我何至于蹉跎至此？罢了，大限将至又如何？有了这羽化飞升经，我就能活出第2世，哪怕是从头再来。看好了，此乃羽化飞升经。原来如此，竟然如此清晰，每一个关窍，每一次灵气运转，仿佛我都演练了千百遍。这就是悟性逆天的感觉吗？木系功法虽能养生，却毫无攻击力，且进境缓慢。如今这羽化灵气一出，简直是摧枯拉朽。第1境破了。1境炼肉，2境断骨，3境炼计划龙。我看了整整100年的第1境门槛，一夜便破。虽然外表还是个老头，但身体机能至少年轻了20岁。这只是开始，若能突破第2境断骨，彻底脱胎换骨，指日可待。这气息有些日子不见，
看来是有喜事，恭喜师兄突破第1境。掌教折煞老朽了，没外人，叫什么长教？也是运气好，枯木逢春，侥幸突破罢了。云飞还是老样子，20年前他入门时就爱往我这儿跑，那时他还是个流鼻涕的小子，如今以市长教至尊。还是师兄这里清静。怎么，外头又出乱子了？太上道那帮人盯着急，最近艰难的事情太多，搞得我心烦意乱。他虽天赋异禀，1年破3境，但这掌教之位，怕是做得如履薄冰。既然来了，就歇歇吧。让我躲会儿清闲。师兄这次枯木逢春，多了10几年寿元，只怕是要眼睁睁看着羽化门覆灭了。何出此言？师兄明知故问。自100年前周胜前辈那事之后，太上道就像疯狗一样咬着我们不放。今年招新，几个好苗子全被他们高价挖走，不止弟子，连长老都跑了。如今这偌大的羽化门，除了我这个光杆掌教，就剩下大猫小猫2、3只，外加师兄你了。竟以艰难至此，我去挑本杀伐之术，无论如何总得挣扎一下。堂堂掌教，竟被逼到如此地步，欲生于天，落于地，润万物。生生不息，汲取天地万物之气，历劫之时可瞬间重回巅峰。第2境破，这就是生生不息。那把真气耗尽，也能瞬间从天地间补给。我虽得长生，可若羽化门没了，这藏经阁也就没了，何处容我安身立命？掌教且慢，回阁一叙。师兄，唤我何事？坐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听好了，气走丹田，一手灵台，化羽而登仙。这是失传的羽化飞升经。坐下，莫要大惊小怪。师兄，你从何处得来？这可是周生前辈当年。刚才看雨，心中有所感悟，就悟出来了。悟出来的？等等，师兄，你的脸还有你的头发，你又突破了。刚才喝茶时没突破，看雨时顺便突破了第2境。一朝顿悟，平步青云。师兄，你真是……对外只说是你自己领悟的，或是祖师托梦。我想继续再藏经阁清修，不想被太上道盯上。师兄放心，有了这羽化飞升经，我有把握在10年内冲击第8境。只要白云飞在一日，绝不让人打扰师兄清修。只要不过分作死，这羽化门算是保住了。研读上古史，触类旁通，逆天悟性触发，领悟龙象般若功。正如朽木难雕，唯有修出那股神圣巨力，重塑筋骨，方能承载大道。一龙一象之力，几株化龙，第3境成了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师兄好雅兴，大雪封山，还能在此赏景。不去闭关参悟羽化飞升经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冷清地界？既然要闭关，有些身后事得托付给师兄。你们3个进来。这事都是孤儿，我也算捡漏收了当徒弟，天赋尚可，是好苗子。叫师伯。师伯好。接下来我要必死关冲击第8境，这3个小家伙就拜托师兄教导了。必死关，那宗门事务谁来打理？风山，我已下令羽化门彻底封闭，切断与外界一切联系。封山这么大的事，其他长老弟子能同意？那还有其他人？你是说，这1月来，太上道下了死手，威逼利诱，把人都挖空了。现在除了咱们俩，加上这3个娃娃，这就是羽化门全部的人口了。这就是一座孤岛。若非我斩落了第7境，修为震慑，恐怕这山门都被他们占了。他们想困死我们。哼，欺人太甚！
所以我必须必死关，不入第8境，绝不出关。师兄，我有羽化飞升经，此次必成。待我出关之日，就是太上道学寨雪长之时。这段时日，宗门最后的香火就全靠师兄护持了。偌大宗门竟落魄至此，去吧，这里有我，乱不了。库房里还有些资源，应该够用，够他们3人吃用几年没问题。好，我会照顾他们，你安心闭关，早日突破。一切听从师伯安排，要好好修行，不可懈怠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师父。来，拜托了。去吧。都叫什么名字？回师伯，我叫温馨云。我叫周天子。大山，人如其名，将来是个稳重的。我叫林九凤。吃着都在这儿藏经阁，直到你们师傅出关。我们听师伯的。先教你们羽化飞升经的入门引磬。这3个孩子身世坎坷，心性却极佳，天赋更是惊人，比起未觉醒悟性前的我强了不知多少。引气入体了。无人打扰，正好潜心修道。此位前辈不修外物，只修剑意，一草一木皆可为剑，甚至敢在太上道面前高声语，可惜绝学失传。观摩剑尊生平，感悟天地本心，逆天悟性触发，领悟草木剑法。有了这门剑法，哪怕我现在只是第4境，面对第5境修士，亦可一剑战之。只可惜太上道虽虎视眈眈，但我如今修为尚浅，还需沉淀。这剑意便如同5脏神兽，每日积累一点，终将达成。5脏圆满，5行神兽已成完美循环。第4境巅峰，10龙10象之力。如今我仅凭肉身一拳，便足以镇杀第5境修士。若加上草木剑法，即便面对第6境，也有一战之力。羽化门已成孤岛，但这正合我意。师伯，我还要去练拳呢，这一小杯苦水有什么好喝的？师伯，这是教我们劳逸结合。这1年我们没日没夜的修炼，都已踏入第2境，稍微停一下，是为了走得更远。不错，11岁的第2境修士，若是传出去，恐怕太上道早就杀进来了。确实，太上道若知晓我们3人进京如此之快，除了招揽便是抹杀，绝无第3条路。哎，真麻烦，没尝出味来。师伯，再来一杯。牛角牡丹，这可是师伯亲自去后山采的灵茶，给你喝简直是糟蹋。你就别抱怨了啊，自己一边挨着去。我就纳闷了，太上道那帮人把咱们围得像铁桶一样，却又迟迟不攻进来，到底是图个啥？图个稳妥，是因为师傅吗？师傅是第7境修士。太上道那么强，会怕一个第7境？不是怕，是忌惮。如果不进攻，只是封锁，师傅便走不脱。若是强攻，万一没能当场制服师傅，让他逃了，往后那个敌对势力便多了一个躲在暗处的顶尖高手。围而不杀，是在逼我们绝望，也是在等机会。什么机会？等谁先沉不住气，或者等他们能确信一击必杀你师傅的时候。他们不是有好几位第8境的老祖吗？太上道行事霸道，树敌无数，那几位老祖轻易动不得，只能盼着师傅早日突破了。好了，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们师傅顶着，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修行。包围圈收紧了，他们在缓慢推进，试探师傅的底线。只要那几位第8境不出手，羽化门还能苟延残喘，必须尽快提升。趁着他们还没攻进来，
我得突破第5境，有了元神，才算真正有了自保之力。人之元神，乃精气神之合聚，有肉无魂，不过行尸走肉。凝聚精气神，铸造元神，而后打开天门，神游天地。肉身已圆满，接下来便是这最凶险的一步——元神离体。左脚踩右脚，这也能行？常人看这一段，定觉荒谬。把肉体当秋劳，元神当越狱犯。或者肉身是大海，元神是边舟，全是天马行空。但这修仙问道，本就是逆天而行。若都要循规蹈矩，还修个什么劲儿？顿悟触发，逆天领悟，元神超脱法。原来如此，羽化飞升精根基扎实，但这元神超脱法却是捷径，二者结合，事半功倍。我要闭关几日，尝试突破第5境，无论发生何事，不得打扰。师伯要凝聚元神了。第5境，元神宗师，不具元神，誓不出关。汇聚星海，铸造神魂，成。这便是第5境，全身毛孔都在吞吐灵气，妙不可言。接下来便是元神离体，神游太虚。既然书上说可以，那就试试。元神之道，唯心而也。突破了，这便是泥丸宫之外的世界。第一次这么直观的看自己，原来我长这样，太轻了。真实的肉体有厚重感，元神却像羽毛，若遇罡风，恐怕要散。书上说极致的元神虚度雷劫，现在的我还差得远，那就练元神超脱法，吸纳星河。这种感觉，全知全能。还不够，极限在哪里？太上道的弟子，2个第4境，一个第5境，竟然完全发现不了我的窥探。哼，都在这围了1年多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灭了羽化门？是啊，现在的羽化门就剩个空壳子，一个长教，3个生瓜蛋子徒弟，还有一个收藏金阁的100多岁的老废物。老废物，这笔账先记下了。对，就这几个人，直接冲进去杀光不就完了，省得在这围蚊子。你们当这是过家家？若真这么简单，宗门何必费这么大劲诱惑走其他长老？旁人不足为虑，但只要长教白云飞不死，羽化门就灭不掉。咱们青山长老也是第7境，而且这次围困来了好几位高手。青山长老与白云飞交过手，结果如何？一招，青山长老便败了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长老亲口所言，白云飞已至第7境巅峰，甚至半只脚踏入了第8境，把他逼急了，咱们这些人都得陪葬。那个整天笑眯眯的娃娃脸长教，竟然强横至此。那为何不请宗门里的第8境道祖出手？哪怕一位道祖，也能斩死白云飞吧？对啊，灭了羽化门，把藏书搬回去，咱们也有功劳。你们当道祖闲着没事干？最近百万大山那边出了瑞兽踪迹。什么瑞兽？
深受麒麟的诱宰。宗门内的第8境道祖全都赶去那边争夺机缘了，哪有空管这破落的羽化门？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羽化门苟延残喘的真正原因。若是找到了幼年麒麟，得到神兽认主，别说小小一个羽化门，我太上道便可直接一统道门，展望天下，宇内无敌，哪里还顾得上这里？那是传说中的神兽啊，几千年都没出现过了吧？若是真的，灭不灭羽化门确实不重要了。如此，羽化门能够活至今，竟是占了那头不知身在何处的麒麟的光。不过，若是以为羽化门就能因此逃过一劫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门中一位逼死关百年的长老，终于踏出了那一步，成就到祖名号，一直第8境。真的，前有太上道。这下好了，第8境道祖亲临，那是碾压，我们终于不用在这荒郊野岭喂蚊子，可以回宗门修行了。第8境，这就麻烦了。一位真正的道祖即将降临。白云飞虽然强横，但他能挡得住第8境吗？除非他也能在这段时间内突破。若是挡不住，羽化门必灭无疑。看来我得提前想好退路了。好了，这个消息给我憋在心里，谁也别说。第8境道祖要稳定境界，最少也是半年。我们再熬半年，知道吗？半年就半年，日子有了奔头，心里就开心。白云飞就在那里面必死关，气息平稳，一直没有变化。不知道他能否在半年时间里突破到第8境。如果半年后我能突破第6境，就算打不过那个第8境道祖，至少还能带着3个小家伙和这里浩瀚的藏书一起逃走。实在打不过，只能避其锋芒。要是再给我几年，哪怕道祖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。可惜时间太紧迫了。第6境感悟道运，到底如何感悟？白云飞那是绝世天才，我毕竟才突破第5境半年。师伯，您突破了！您现在是第5境元神宗师了吗？师伯，太了不起了！100年的深厚积累在一招之间彻底顿悟，这简直就是传说中举霞飞升的节奏啊！好了，别光顾着拍马屁，回到你们的修行上去，有什么不懂的，现在可以问我。师伯，弟子在走第3条经脉时，肩口处总觉得滞涩，该如何调息？气息自丹田起，先沉再溢。是，师伯。刚穿越时，我只想长生不死，去太上道被刷，去佛教没慧根，去魔门怕被炼成魂饭，蹉跎100年，直到大限将至，才觉醒了悟性逆天的金手指。平凡了一辈子，本已心灰意冷，幸亏遇到了师父带我入羽化门。云飞在闭关，星云他们在休息，这第4个人是谁？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。羽化门果然不行了，整个宗门居然只有5个人。那最高峰上的气息太强，恐怕是羽化门掌教。我得小心点儿，别被发现。至于其他人，都是废物，不值一提。300年前，魔门内什么释迦魔王作乱，打得太上道都瑟瑟发抖。最后打上羽化门，抢夺羽化飞升境，也就是那一战，羽化门一蹶不振，让太上道座收渔翁之利，处处打压。当年那一战，释迦魔王战死，他主修的十殿阎罗会自主演绎，伪装成普通书籍。若不是我有着魔王遗留的手套，只要找到他，我就能修成十殿阎罗，晋升第9境。到时候一统魔门，所向披靡，重振魔门荣光，吾辈义不容辞。原来是为了300年前那个大魔头的功法，那时候羽化门高层尽数阵亡。这本十殿阎罗确实可能被当作普通道经，遗落在角落里。既然这么难找，就让他替我找吧。终于找到了，你可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！谢谢你，
帮我找到这本秘籍。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从你踏入这藏经阁的第一步起。那你这些天，为了感谢你的努力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留下书，滚吧。老子饶不了你，去死吧！30项之力，对付你确实有些欺负人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算你运气不好。若非贪念，何至于此？外形不起眼，内容杂乱无章，难怪几百年都没人发现。果然神奇，十殿焰罗，传闻中是迦魔王靠它超凡入圣。修行此功，可在体内凝聚十殿阎罗，借助地狱之力壮大己身。看来这半年的时间，我有事情做了。羽化飞升经虽强，但这十殿阎罗亦是不长多让。道门、魔门、佛门，于我而言皆是通途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我要修百家之长，融万法之源，铸造我的无敌法。传说中的18层地狱，牛头马面、勾魂使者，还有那镇守幽冥的十殿阎王、秦广王、楚江王、转轮王，十殿各司其职，支撑地狱。若我将这十殿阎王观想入体，以脊柱大龙为居所，每一节脊椎供奉一殿阎王，供奉一殿阎王，肉身龙象之力结合十殿阎王，元神撑起诸神，肉身镇压群魔。40龙象之力，元神宗十殿峰，虽未破第6境，但一次底蕴打破第9境壁垒，指日可待。气息乱了。师伯，我到底该怎么样才能突破？我们都卡在第2境巅峰好久了。是啊，师伯，太上道欺人太甚，都在传他们要围剿羽化门。我们想早日强大起来，哪怕能分担一点点也好。师伯，我们知道修行急不来的，但眼下局势，那太上道老祖若是来了，还请师伯指点迷津。算算日子，太上道那个刚突破第8境的道祖确实快到了。你们的修行没有任何问题，只要按部就班积累，突破第3境如水到渠成。只是你们等不及了，为师分别传你们一门绝世功法。真的吗，师伯？你虽是女子，但性格坚韧，毅力出众。我传你草木剑法，枯荣随心，意劲不绝。周天子，师伯，你为人沉稳大气，喜好钻研万物机理。我传你十殿阎罗，观想幽冥，镇压诸邪。岳大山，你体质特殊，内蕴神秀，潜力无限。我传你龙象之力，肉身成圣，力破万法。这功法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。功法创造出来，便是让人练的。藏私不过是自娱自乐。心如大地者明，心如神墨者彰。若连这点被后人超越的胸襟都没有，我又如何展望更高的境界？你们且去成长吧。这条修行路越走越孤独，能有人同行一程也是幸事。这小子比我还要契合龙象之力，未来简直是一座移动的战宝。白云飞，你还在第几境巅峰徘徊吗？太上道的那位老祖可是越来越近了。第6境，感悟道晕。道晕乃天地运转之规律，羽化门方圆100里，已被太上道团团围住，飞鸟不进，困守这方寸之地，不见天地广阔，如何感悟天地规律？4个月已过，包围圈已成，从100里之外到如今，兵临山下，事已至此，多想无益。若云飞挡不住，我便护着这3个弟子冲出去，有白云飞在前面顶着，逃生概率很大。只是住了100年的地方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真不想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离呀。世间是一大苦海，凡人沉沦其中，庸庸碌碌。修行便是要摆脱苦海，抵达彼岸。佛门说人生8苦，道家正那遁去的意，千万条路，无论是肉身作舟，还是元神超脱，皆是逆水行舟。若世间真是苦海，我该如何渡？自当肉身作舟，元神驾驭，两者合一，强行冲过去。原来如此，积累足够，鱼儿自来。鱼跃此石海。
书上说第五境后一步一重天，果然诚不我欺。100龙100象，若是爆发出去，足以翻江倒海。原以为哪怕悟道也难突破，没想到一本佛经让我误打误撞跨过了这道坎。白云飞，你闭关2年还是没动静，太上道那位第8境的老祖随时会动手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长老，羽化门如今只是笼中之鸟，既然已经封锁，为何我们围而不攻？白云飞虽是手下败将，但毕竟是一教障教，要灭羽化门，须等第8境的道祖亲临。是哪位道祖？太上道新晋第8境长孙玉，长孙无忌的亲弟弟。长孙无忌，那个100年前不到100岁就修成第8境的绝世天才。不错，当年长孙无忌何等精彩绝艳，可惜在黄沙古道遇到了羽化门的周生。周生以第7境修为施展羽化飞升境，硬生生换掉了长孙无忌。听说后来那位置高存在亲自出手，才终结了周生的性命。正是，长孙玉天赋虽不及兄长，但为报兄仇，必死关100年，终于突破第8境。他出关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覆灭羽化门。算时间，今日便到。白云飞再强，面对真正的道祖，也不过是螳臂当车。来了，简直和他哥哥长孙无忌一模一样。确实是绝世天才，但在这种灭门之祸面前，他们还太弱小。现在能救羽化门的，只有白云飞。师傅出来了！第7境巅峰，闭关2年多，虽然气息沉稳，但他终究没有迈出最后一步。凭借第7境，真的能打赢货真价实的第8境道祖长孙玉吗？你就是这一代的羽化门掌教？正是，羽化门第120代掌教白云飞。哼，听说你这2年一直在闭死关，想突破第8境挽救宗门。我闭关100年方才突破，你区2年就想成功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确实是在闭死关，也悟出了很多东西。虽然距离第8境还差半步，但我想了想，杀你应该问题不大。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你是在白日做梦。100多年前，我羽化门弟子周生，可是完成了以第7境逆伐第8境的壮举，那怎么能叫白8境的壮举？那怎么能叫白日做梦？你知道周生杀的那个人是谁吗？好像是一个叫长孙无忌的第8境道祖。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我叫长孙玉，长孙无忌是我的亲哥哥。所以你现在是要为你哥哥报仇？周生杀了我哥哥，但他也被太上祖师所杀，我无法亲手找他报仇，那就灭了羽化门，告慰我哥哥在天之灵。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羽化门你灭不掉。灭不掉？笑话！现在的羽化门除了你，还有什么像样的人物？你想依靠那座阁楼里的人，几个尚未成气候的普通修者罢了。加上你这样的修为，谁能阻我？不过就是一个第8境道祖而已，不足为虑。大言不惭！好恐怖的气息，这就是第8境道祖的威压，哪怕不是正冲着我，也让人感到窒息。我万法不侵，如山是月。你现在还敢说不足为虑？是不是很熟悉？这是那门传说中的飞升秘术。100多年前，周生能以第7境逆伐你哥哥。100多年后，我白云飞照样可以。你们兄弟2人注定都要葬身在这羽化飞升经下。我绝不会让当年的事情重演。太上秘法，雷霆魔掌，给我灭！这不可能！当年那一战也是这样，绝对不能重演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见识真正的绝望。镇压！是镇山印，太上道的绝学，这种威压，受不了了。果然是一境一天地，仅仅是战斗的余波，就需要我全力以赴才能护住星云他们。这种根本上的差距，若是换了我，能否接下这一击镇山印，
若非我身具百龙百象之力，恐怕早已像其他人一样趴下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镇山印的本质。不！杀了其他宗门的人，给我拦住他！打不过白云飞，杀几个小崽子还不容易？师弟继续追，将他斩杀！羽化门有我。哼！你不让白云飞回来，当真是不怕死啊！想来杀我，你可以试试。狂妄！你才第6境，身后3个废物，白云飞不在，你底气从哪儿来的？这是羽化飞升经。刚才我师弟以第7境逆伐第8境，现在我以第6境逆伐第7境，应该也可以吧？狂妄小子，去死吧！镇山印，师伯，他跑走了。他跑不掉。太可怕了！也不知道师傅追到那个第8境道祖没？看来你师傅已经把那位第8境道祖击杀了。师兄击杀了庆山，你能以第7境逆伐第8境，我杀一个第7境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师兄这是一招顿悟，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超过我了。你距离第8境还差多远？闭关3年，始终感觉差点什么。不过刚才和长孙玉打了一架，让我洞悉了很多。打了一架，让我洞悉了很多东西。第8境就在眼前。你们都长这么大了，师傅好。比起你们师伯，我这个做师傅的一点都不合格。你们师伯把你们教得很好，进藏经阁再说吧。师弟，现在羽化门的危机暂时解除了，接下来你打算如何？这一次太上道铩羽而归，下一次反击一定很猛烈。只有突破第8境，才能抵挡太上道的反扑。那你去闭关吧。太上道现在应该没有多余精力来对付我们，可以拖延一段时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百万大山里出现了一只幼年神兽麒麟。神兽麒麟，太上道的高手都赶过去，想抓捕幼年麒麟做镇山神兽，所以之前才一直只是对羽化门进行封锁。这次的长孙玉也是因为闭关100年刚突破，才被派来的。自从3000年前一场大战，神兽的足迹便从这个世界消失了，百万大山里的妖族也因此走向衰败，只能偏安一隅。没想到3000年后，竟然还有神兽出现。3000年前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在历代掌教才能看的秘藏里阅读过。掌教秘藏，掌教秘藏就在藏经阁里，是一个单独的小世界，需要掌教玉佩才能打开。师兄想去阅读，随时可以去。小玉佩就这样给我了。其实师兄比我更适合去看那些秘藏，那里面包含了羽化门历代掌教收藏的东西，希望对师兄的修行起到一些帮助。我会去的。不破第8境，誓不出关。丁，你用心感悟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撼天印。没想到这样激活了悟性逆天，
撼天印和镇山印有什么区别？这是一门借助天地的功法，所以对天地感悟的越深，威力越强。修至巅峰，可以撼动天地，镇压世间一切敌。有了撼天印，就不需要镇山印了。你说羽化门灭了没？肯定快了。咱们守在这儿，等羽化门一倒，太上道吃肉，咱们喝汤。可是有点不对劲啊，今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人呢？太上道的人全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太上道输了？第8境的老祖被白云飞杀了，羽化门果然深不可测。白云飞，这是要逆天吗？说个冷知识，100多年前悟出完整羽化飞升经的人叫做周生，他就是羽化门那一代最杰出的弟子。再说个冷知识，当初周生在第7境逆伐第8境，杀的人叫做长孙无忌，而现在白云飞在第7境逆伐的第8境叫做长孙玉。这2人可是亲兄弟，100年前哥哥死在羽化飞升经下，100年后弟弟也死在这上面，还都是太上道的人。成了，是时候去藏教秘藏看看了。果然在这里，我管理藏经阁100年，竟从未发现此处别有洞天。就是这儿了。真是别有洞天啊！好一处修行宝地，这应该是羽化门历代掌教开辟出来的，将不好收录在藏经阁的书籍都放在这里，专供羽化门掌教观看。能被冠以上古阵法，那必然是惊天动地的。虽然残缺，但也确实不适合放在藏经阁。我已经进入第6境，接下来就是突破第7境，所以刚刚好看这些修行要领。灵台仙藏就是挖掘灵台元神里的宝藏。丁，你洞悉了自己元神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海上生明月。海上生明月。可惜没有突破第7境。霸道惯了的太上道绝不会善罢甘休，现在不出手，一定是在憋什么坏水。师弟啊，你可要快点突破，不然师兄我很快就要和你同境界了。掌教，白云飞杀了长孙玉道祖，我们太上道难道不做些反道祖？我们太上道难道不做些反击吗？白云飞有羽化飞升经，寻常第8境道祖去了，也是送死。现在我羽化门第8境道祖都去了100万大山，
哪里有其他的第八境道祖分去羽化门？既然我们的人抽不开身，那就去请外援。外援？我们三通散人兄弟3人皆是第八境，你去当说客，告诉他们羽化飞升经有夺天地造化之功，甚至有望突破第9境。妙啊！让他们狗咬狗，无论谁死，对我太上道皆是利好。我这就去。自从那一战后，2个月过去了，积累也已足够，却始终挖不出元神宝藏，差了那么一丝灵光。罢了，急不来。白师弟那边也没有动静，太上道安静的太久了，也不知道太上道在准备什么阴谋。要下雨了。师伯，看这架势，今夜的雨怕是不小。是啊，好久都没下过这样的雨了。这一场雨好大呀！文星云，去将我的茶具都搬出来。今夜这么大雨，我来听雨品茶，倒也是一件雅事。听雨品茶，好。带我一个，这份雅兴可不是随时都有。我去搬椅子。也带我一个，我去点蜡烛。一喝茶一直是牛角牡丹，现在学会品茶了。之前喝茶倒不觉得什么，但眼下这情景里喝茶，倒是让我心动了。丁，你关羽感悟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苦海中金莲。好胆，竟然敢窥视我们！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窥视我们！这3个人很不简单。我现在是第7境，竟然看不穿他们的修为。难道是第8境？白发苍苍，满脸褐斑，那是天人五帅的征兆。3个大限将至的第8境高手来羽化门做什么？元神之力如此庞大，却未破第8境。羽化门除了长教白云飞，不做他想。白云飞掌教，我们兄弟3人来自魔门，人称三通散人。我知道你们，散人，我知道你们。300年前的3胞胎，心灵相通，联手之下同阶无敌。没想到你们还活着。既然知道，那就好办。3位前辈不在隐居地颐养天年，来我羽化门所为何事？我们大限将至，不想死。听闻羽化门的羽化飞升经可延寿，特来求取。白掌教若肯割爱，大恩不言谢。日后有用得着我们兄弟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羽化飞升经乃本门根基，祖师遗血，岂能外传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我们也知道这是那个神秘宗门的挑拨之计，是他们透露了秘籍在此。但我们大限将至，只能做这把刀。交出经书，我们不仅退去，还可以帮你抵挡太上道，这对大家都好。这3人的拼死一击，现在的力量确实无人能挡。你突破了，闭关许久，幸不辱命。
第8境。师兄，你突破第7境了，有所感悟，便顺势突破了。才闭关多久？师兄这般速度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能赶上我，甚至超越我了。还是先处理眼前的事吧。3个被时代抛弃的老家伙，年老体衰，也敢来我羽化门撒野。看来你才是真正的掌权者。刚才的提议，你怎么看？羽化飞升经是祖师爷传下来的，概不外传。白掌教，我们虽然气血衰退，但若是逼及了极尽升华，短暂重回巅峰，你哪怕是第8境也挡不住。我在第7境时便可逆伐第8境，如今入了第8境，还会怕你们这几根朽木？你是执意不给？想要经书也行。你们现在自裁，投胎转世拜入我羽化门，若是天赋尚可，且忠心耿耿，或许有机会学到。既然不给，那我们自己拿。交出羽化飞升经，否则今日便是羽化门灭门之日。师兄，既然突破了第7境，不妨试试能否逆伐第8境。正有此意。师兄挑一个，剩下的2个归我。就他吧，看着挺强的，拿来练练手。你会后悔选我的，一招杀了你，再去帮兄弟们。羽化飞升，破苍穹，去死吧！问青天，怎么可能？过来吧。这就是师伯的元神吗？好漂亮。是的，这就是我凝聚的元神。书上说元神虚无缥缈，没有实感，可您的元神看起来仿若星光，包罗万象，这是为何？元神并非一成不变，日后你们到了这个境界，元神也会随着你们的道而变化。前辈，您今晚是跨入新的更高境界了吗？却已达成。哇！前辈太强了，竟然如此轻松。好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你们要记住，修行之路漫漫，切勿急躁。刚才一下没注意，没摔疼你们吧？师伯，您这次突破力量好恐怖啊！刚才那股气势压过来的时候，我感觉都要窒息了。如果再来一下，我怕师命都要没了。光凭气势就能压死人，我还不信。现在我是真信了。你们正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，而我已跨入更深层的领域，你们自然会感到难以承受。师伯，我感觉最近有突破的契机了。我也有，第3境已经困不住我了。昨晚讲的剑使我有新的领悟，天都热得发烫。好，都有长进。趁热。你现在突破了第8境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是要大开山门，招收弟子，振兴羽化门吗？不，现在还不是招收弟子的时候。我们要先解决太上道的威胁。怎么解决？太上道毕竟是道门第一，底蕴深厚。现在他们被神兽幼年麒麟吸引了注意力，暂时腾不出手。但这件事一结束，羽化门就要直面他们的全部压力。既然如此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打算出去一趟，寻找盟友，展露一下实力，让他们替我们分担一部分来自太上道的压力。只怕别人不会重视，结盟难成。这倒无妨，我们不需要真的通过结盟击败太上道，我只需要争取时间，多顶住一阵子，给师兄你成长的空间。给我成长的空间。对，师兄你一朝顿悟，短短几年就从第1境不到直入第7境，还能逆伐第8境。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，太上道在你面前根本不是问题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若没有师兄悟出的羽化飞升经，羽化门早就灭了。我为何不信？我自己虽已突破第8境，但想入第9境，短时间内几无可能。唯有师兄你潜力无限，我也无法保证需要多久。这种事全看灵感，灵感来了势如破竹，灵感不到寸步难行。师兄放心，太上道的那些第9境太上长老都在必死关，妄图冲击传说中的第10境。现在外面活动的顶多是些第8境的道主，修行了羽化飞升经，同为第8境，我敢说少有敌手。在你闭关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也领悟了一些新功法，你想不想学？新功法？什么样的功法？有些并不比羽化飞升经差。不比羽化飞升经差？师兄，你可知羽化飞升经已是世间1等1的绝学，就连太上道也没有这等。
师兄，如此珍贵的绝世功法，你就这样全都传给我了？功法被创造出来，就是要被人修行的。若只束之高阁，仅我一人知晓，那这番心血岂不是如同明珠暗投？可是师兄，你就不怕，若将来有人修成了这些功法，反过来对付你怎么办？这些可是足以开宗立派的杀招啊！我将功法传下去，是为了传承薪火。至于你说未来有人拿着我现阶段多领悟的功法来对付我，那我会给他们时间追赶，直到他们抬头遥望，却连我的背影都看不见为止。师兄胸襟，云飞拜服，请师兄放心，这些功法我会作为羽化门的底蕴，只传真传弟子，定要将他们发扬光大。天亮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师兄，我这次出去可能会久一些，不在的这段时间，羽化门还请师兄多照看一二。只要不是第9境的老怪物亲临，我都替你接着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，倒是给了我难得的清静。3000年前，乃修行盛世，强者如云。第8境修士多如牛毛，根本算不得高手。第8境都算不得高手，要从第9境开始算。那真正的大能，岂不是那传说中的第10境？只有变得更强，至少要突破到第8境，才有资格去触碰这层迷雾。从这里到门口不过10几步路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这10几步路，哪怕我们穷尽一生去追赶，恐怕也走不过去。难道师伯又要突破了？既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柔，也是惊涛骇浪般的积蓄。我即是雨，雨即是我。雨不仅是水，它是温润，也是狂暴，是平静，也是暗流。它可以融入万物，也可以超越万物。这灵气的浓度绝非人间所有。岳大山、周天子、温溪云，立刻过来！好浓郁的灵气，吸一口顶得上平时半个时辰。别废话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缘。盘膝打坐，全力吸收。仅用1夜便跨越了1年的苦修，这新生的灵气太精纯了，直接推高了我的灵台仙草。只是普通的雨水，看来雨自觉必须依托于自然界的雨天才能发挥奇效，甚至可能是必须是那种顺应天时的春雨罢了。虽然没能借此一举突破第8境道祖，但能达到第7境巅峰也是意外之喜。这第8境果然如天堑般难跨。算算时间，白云飞离开也有1年了。他身为第8境道祖，又修习了羽化飞升经，只要不是第9境出手，这天下大可取得。只要他在外面吸引火力，我就能继续在山中安心沉淀。又来了。自从白云飞离开，这1年里偷溜进羽化门的人就没断过。奇怪，入宝山而不取功法，他在找什么？潜入羽化门，不为神功绝学，却在翻阅历代祖师的传记。这只狐狸有点意思。你和这卷册上的人是什么关系？是什么关系？哪能让你这么轻易走了？为什么要找周生的传记？羽化飞升经，这只来历不明的狐妖，竟然会我羽化门失传已久的镇派绝学。除了我、白云飞和那3个小家伙，世间不该再有人会此功法。跑累了吗？
此人名为周生，是100多年前羽化门的杰出天才，也是我的师兄。你潜入藏经阁，对满屋神功绝学视而不见，只为找他的传记，为什么？我是他的女儿。当年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才发现怀了我。为了躲避太上道的追杀，母亲一直用秘法压制我的生长，将我藏匿起来。当年母亲怀我时，被太上道的高手重伤，导致我先天有缺，本源不足。父亲为了掩护母亲，孤身一人引走了太上道的所有强敌。母亲找地方躲起来，养伤时才发现我的状况。她的伤势本可以治愈，但为了保住我，为了给父亲留下这点血脉，她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将一身金丹金元全部渡给了我。临终前，她用最后的一丝力气将我封印，借天地灵脉修复我的残缺。这一修补便是100多年。前不久封印解开，我才得以出世。我本想回百万大山，可这一路遇到的修行者见我皮毛光鲜，都想剥了我的皮做衣服。我几次险死还生，意外听到了羽化门的消息。我记得母亲说过，那是父亲的宗门，所以我才潜入藏经阁。真的只是想找到父亲的传记，看看他的生平，绝无其他恶意。父亲被太上道逼死，母亲为了生下他，耗尽心血，自己又被封印100年。刚出世就因这身皮毛被到处追杀，这身世当真是惨到了极点。按理说，周生和你并未见过面，绝不可能传授给你。难道不能是通过母亲？再说了，什么羽化飞升经，就刚才我挣脱你时爆发的白色仙芒，那是我血脉里自带的，时灵时不灵。没想到羽化飞升经还能通过血脉传承。既然你和我父亲是师兄弟，那我就带着父亲的生平传记走了。等一下，别紧张。我知道你不信我，但你现在离开，就是给外面的人送去一张美丽的狐皮。不如留下来。我和你约法3章，只要你不离开羽化山门，想去哪里都行。我还会传你完整的羽化飞升经。让你帮我是为了报答什么吗？你的长辈与我有深厚的渊源，毕竟当年我第一次激活天就是传记，领悟了羽化飞升经，得以返老还童，逆势而起。这份因果传达。看看这个老道士是不是真心的，再决定离不离开。你再不来，朝霞可就过去了。要记住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这是最好的修行时间。好好感悟，这仙芒会带着你熟悉羽化飞升经的运转路线。这感觉像泡在温泉里一样，体内的力量被调动起来了，好舒服。背心太重，看来想化解这心结，还需要时间来抚平。为你走了。光阴流转，数日匆匆，此地无争斗纷扰，唯有一位平和的长者与机敏初入山门的少年。这种日子，道场自在。这段时间，令九凤除了传授白虎功法和自身修行，元神经常扩散至极限，感知3000里外的人间议论。他在找白云飞的消息。听说了吗？太上道的高手陆续从百万大山撤出来了啊！怎么幼年麒麟没抓到？哪那么容易？那可是妖族的希望，未来的领袖。听说死了好几位第8境道祖，太上道撑不住才撤的。哎，太上道在百万大山丢了面子，肯定要在别处找回来。我看那羽化门长叫白云飞。炫了！你是说太上道要拿白云飞立威？之前是因为高手不在，现在人手齐了，白云飞过去1年又那么高调，简直是送上门的靶子。这回如果不及时逃走，怕是凶多吉少。我不知道你在何处，即便想帮，也无从下手。我又在此守好家门，等你归来。以前我一动，他便跑，如今我听他不听，这就是信任吧。
1个月了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太上道睚眦必报，小九现在的处境恐怕更加艰难。花开之后，一夜一世界，踏过那些世界，便可抵达彼岸。海上生明月，苦海中金莲。鱼跃此时海，花开彼岸天。痛快！虽然还是没有突破第8境，但力量翻倍，千龙千象之力，元神感知更是扩散到了4000里。这般底蕴，即便遇到真正的第8境，也有一战之力。刚才那是仙神手段吗？那只是悟道，离仙神还远着呢。你太小看仙神了，或者说你太小看你自己了。白云飞，你跑不掉的。今日你必死，羽化门也将随你烟消云散。真是看得起我！交出那卷秘典，我们给你留个全尸，否则搜魂夺魄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搜魂？哼，以前只听说魔门擅长此道，如今看来，你们太上道比魔门更像魔门。杀了你，灭了羽化门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哪怕我死，也要拉你们垫背！明晚不灵，兄弟们接阵！兄弟8人同修无相大法100年，早已心意相通。就算第9境来了，也能碰一碰。凭你现在的状态，那是做梦。还在往回爬，想找救兵，可惜现在的羽化门就是个空壳子，没人救得了你。送他上路！你一个新晋的武者，竟能抵挡我们联手这么久？年前那位能逼得老祖亲自出手，这确实是稀世奇景。自从100年前那件事后，老祖亲自挑选我们8人同吃同住，修炼万法归元。虽然不是同胞，却早已心意相通。我们8人联手，即便是第9境也能抗衡。杀你不需要老祖动手，我们兄弟足矣。无相大法！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这是什么？我，是师兄来救我了！是哪位前辈出手？被乃太上道弟子加师太虚道人，若有得罪，甘愿赔罪。怕了吧？现在知道怕了吧？这位前辈什么前辈？那是我师兄，有他在，你们太上道想灭我羽化门，下辈子做梦去吧！师兄。这8人同修一门功法，心意相通，确实有些门道，否则也不会把拥有羽化飞升经的白云飞逼入绝境。但在我的道云叠加面前，竟如此不堪一击。
岁月史书不是功法，也不是道运，这是一本书，一本可以容纳万般大道的载体。它能随着我领悟的大道不断成长，潜力无限。既然如此，现在就开始，趁白云飞还没回来。逾越此识海，入书。海上生明月，再入。第8境的瓶颈。海中金莲，花开彼岸天。苦海中金莲，花开彼岸天。还有，欲自绝。天龙5000象，这种力量，仿佛一拳下去便能击碎苍穹，下去便能击碎苍穹。若是再对上那8个老家伙，根本不需要道云异象，一拳一个，绝不需要第2拳。只不知对上第9境胜算几何？古籍记在第9境如天堑，非人力可及，毕竟从未亲眼见过。小九，你没事吧？都是些皮外伤，内腹震荡，也不算严重，养几天就好。来的，既然知道太上道的高手从百万大山撤回，就该料到他们会针对你。我也没想到太上道这么阴险，私底下竟然培养了8个精通无相大法的老怪物。要不是师兄出手，咱们师兄弟之间说这些就生分了。师兄，你突破第8境了。就在你回来前一刻。恭喜师兄，这下我们羽化门终于不用怕太上道了。还是要低调，太上道有第9境坐镇，不可大意。只要给师兄时间，第9境算什么？师兄面前迟早也是土鸡瓦狗。你这一身血腥气，先去洗漱一下，我在茶室等你。还是在师兄这舒服，外面的压力太大了，只有回到这儿，感觉天塌下来都有师兄顶着。这1年多在外面，感觉如何？不太平。太上道一家独大，行事霸道，怎么感觉天才一下子全都冒出来了？应该和天地灵气有关。我和不少人聊过，大家都觉得天地灵气在缓慢复苏，比起100年前我们刚拜师那会儿，确实浓郁了不少。师兄，既然你已经突破第8境，我们也该考虑振兴羽化门了吧？现在门里就咱们几个人，想要发扬光大，是不是该招收些弟子了？你是羽化门的掌教，这是你该考虑的事。不过招收了弟子，就必须认真教导。师兄不教吗？你教导那3个小家伙已经够费劲了，若是有那个精力，还不如多领悟些大道功法。那还是暂缓吧。现在我也想早日突破第9境，这样也不用事事都麻烦师兄。况且太上道死了8位道祖，肯定会有报复。先把这波雷霆之怒挡下来再说。有我在，太上道那个第9境的老祖不出世，没人能威胁羽化门。就算那老祖出世又如何？万一他突破了第10境，应该不会吧？凭什么他能突破？你自己都说了，天地灵气复苏，天才如雨后春笋，凭什么太上道的老祖就不能突破？书上记载，第9境与第10境之差宛若云泥。若真如此，那就危险了。师兄，看来你得尽快突破才行。你们也要努力。我们哪有师兄这般妖孽？一朝顿悟，举下飞升。若不是师兄传我羽化飞升经，我这辈子都摸不到第8境的门槛。至于第9境，估计没个100年无望。或许要不了多久，你就能突破了。师兄哪来的信心？明天应该会下雨。下雨？这和突破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你去疗伤吧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这雨有什么好看的？马上会有一场灵气伴随着雨一起落下，你准备好，多吸收一些。骗狐狸呢？雨里哪来的灵气？掉下来了，还不抓紧时间修行？这么多灵气，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师兄？